九龙岛吕月。”“嚯，瘟神！”所谓瘟神其实是比较模糊的说法，天庭诸神之中有福神，自然就会有瘟神，天数有盈便有亏。但是李长寿听到吕月二字，第一反应就是那个自称圣人之下杀伐第一，一把奇毒掀翻了周国大军的风神大毒翁。九龙岛与金鳌岛一般，都是道门较为出名的道场，只不过比起金鳌岛的名声要弱了一些。此刻凝视着这位老道，李长寿的心底念头转动，微笑传声：“还请道兄莫要声张，我来此地也是有要事在身，你我稍后见面详谈吧。”那老道双目一凛，似乎还有些气愤，传声数落：“此地是什么场所？这是三界有名的寻欢作乐、风花雪月之地。贫道当真不曾想到，长庚师弟，你竟是这般品性，痛心疾首乎？辈辈在呀！”老道传声刚落，背后窗幔之中走出了一名妙龄女子，柔声道：“前辈，您看什么呢？大家都等您过来呢。”“来了，来了。”吕月温声答应，拥着女子的腰身就要走回阁楼，末了还不忘扭头瞪眼李长寿，继续传声骂道：“贫道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竟会来这样的地方。稍后若不给贫道一个解释，贫道定要将此事告知三仙岛的几位师姐。”“哼！”言罢就拂袖拥女而去，开启了楼阁的周遭大阵。这是什么事儿？这都是，我真的是过来谈正事儿的。这吕月摆明了是过来这搞消费的嘛？如为何能够如此的理直气壮？就这驰名双标的嘴，当真是要怀疑您老是不是西方之人了。哎，人叫粗口。哼！李长寿抬手扶了一下老口，一旁的便装关切地问：“二哥怎么了？”“啊，无事无事。”李长寿摆摆手，又看向一旁的玉帝化身。哎，还好这个化身不是化日天，不算扎眼。若是换作当年的化日天，那只天地之间浪来浪去的功德金身，不被人认出来才怪呢。秦天柱纳闷的嘀咕：“截教仙啊，大哥不必担心。”李长寿给了秦天柱一个安然的眼神，旋即就与便装一同迎向了前方的那一大群天涯阁高手。便装对他家人言说，这两位呢是自己在天庭结识的好兄弟，互相引为知己，这一次回家看看，就与他们两个人一同回来了。一群便装的姑奶大爷向前行礼，李长寿与秦天柱熟络的回礼，进了这一处小千世界。仙石扫过，各处楼台殿宇都是重重大阵，最少有100多名无法辨明根脚的高手在此地是寻欢作乐。李长寿也随之发现了，他此前看不透吕月的修为，并非是吕月修为太高，而是此地布置了各类的遮掩阵法。仙石所能探查到的客人，要么就隐在大阵之中，要么就只能看到模糊的身形。2个字儿：专业。他今日来此地之事，并非是什么隐秘。李长寿此前也没有想过要保密，这此间呢有诸多考量，主要是为了散出天庭要吸纳3000世界势力的消息，转移对方注意力，稍后造一些声势，拉起一股势力，借此掩护临天殿。本来李长寿和秦天柱都觉得他们来了此地，这天涯阁定会拿出本地特色来招待他们，但是接下来的发展让李长寿松了一口气，让秦天柱却略感无趣。他们被引入了一座偏僻的殿宇，殿内仙乐盘旋，清静优雅，放眼看去毫无铜镜不能播的画面。左右眺望，一位位美貌的少女将自己裹得是严严实实的，没有半点不良之风气。李长寿被动维持着风雨咒，
在此地竟然听不到什么嘈杂的声响，只有风中传来的悠扬乐声，宛若画中的仙境。李长寿和秦天柱跟着便庄刚进后殿，就有一位身着华袍的老妇人带着一群老妪迎了出来。那妇人开口就是一句：我的大孙子，你可想死奶奶了，可让奶奶看看你在天庭受苦了吗？哎呦，这怎么都瘦了呀？天庭可有人欺负你啊？便庄顿时有些尴尬，忙道：奶奶，我2位兄弟在这儿，您别大孙贼大孙贼的喊啊。你兄弟在这儿，奶奶就不能心疼你啦？卞老夫人皱眉埋怨一句，拉着便庄的手，含笑看向李长寿和秦天柱。李长寿此时才察觉到，这位老夫人的气息自己才是真的看不透啊，是个高手。卞老夫人仔细地打量了几眼李长寿，笑道：不曾想竟是有贵客登门。来人啊，打开引凤楼，请2位贵客去楼中，没有老身之命，谁也不得靠近。后方立刻有2名身着华贵衣裙的中年妇人欠身应是。李长寿笑道：冒昧到访，还请老夫人勿怪。大人客气了，寒舍粗鄙，仍有招待不周之处，还请大人勿要见怪。李长寿拱手对秦天柱温声道：莫要失了礼数。随后李长寿就与秦天柱一同跟在几名仙子身后，朝着那所谓的引凤楼而去。能够看得出来呀，卞家确实是洪荒大户。放眼望去，整个小世界都被改造成了各类景观，奇山随处可见，溪流华池遍地可寻，一处处玉石雕像也仿佛不要成本一般。很快，李长寿和秦天柱被带到了一座宏伟的楼阁前，2位仙子推开浅红色的大门，内有2排仙子齐齐行礼。秦天柱笑道：当真气派。毕竟这天涯秘境也算是世间少有之地了。楼阁居中是一座高台，其上有一口宝池，池内灵光闪烁，仙气氤氲。若是坐在这宝池中环顾四方，可见远山起伏，波光粼粼，又可见仙鹤呈祥，祥云片片。此情此景，李长寿当真是想说一句：堕落呀！一旁各有2名温柔可人的仙子向前，更要上手帮2个人更衣。李长寿还没有来得及开口拒绝，秦天柱就道：各位不必忙碌，我等只是来访友，若是方便，还请各自退下吧。李长寿心下惊奇，我莫非误会了玉帝陛下？这几名侍女欠身应是，低头退去。很快，这华美的阁楼中只剩下李长寿与秦天柱2个人相视而笑，去了侧旁角落，随便找了一个软榻入座。一旁又有侍女向前送来热茶点心，问询他们2位喜欢听什么曲儿。正常一些的就是是。那侍女欠身答应，端着托盘退走。不多时，这阁楼中来了几名女乐师，奏起了轻快的曲子。几名美貌的舞姬款款而来，温柔地摇摆流云袖，舞姿颇为养眼。还好都在清雅2字之内。秦天柱朝着李长寿凑了凑，传声问：长庚觉得此地如何？顶好的风月之地。天涯阁能发展到这般地步，当真是不易啊。卞庄的祖母应是认出了你，可惜了，不能做点好玩的事情。原来是因为这个吗？秦天柱皱眉。子谦那与你传声的老道也应是认出了你。长庚，你此举是否有些欠考虑了？小神有一二算计，此行也是有意误导那些关注小神行踪之人。可云霄仙子问起来，这该如何解释？这个长庚啊。秦天柱的目中流露出少许无奈，低声道：女子跟咱们不同，咱们有什么说什么，说了就过了。可有些女子最喜斤斤计较，你若是有一点差错，她能记几个圆会，反复数落。你这点把柄，若是被云霄仙子抓住，不要多想，
我爵位说我师妹。小神明白，小神明白。男子与女子分居阴阳，本就不尽相同。大多数女子比男子的心思要细腻一些，也都是情理之中。秦天柱叹了一口气，端起茶水喝了一口。李长寿还想提醒秦天柱小心，此地毕竟是陌生之地，但是一想到两个人在此地的都是化身，且是在卞庄的家中，也就将这般话语忍了回去。这个还是要给这个二师兄一点面子的。片刻之后，卞庄扶着自己的祖母驾云而来，李长寿与秦天柱起身相迎，宾主寒暄一番，相谈甚欢。卞老夫人单刀直入，直接问道：不知水神大人今日带老身孙儿回来，具体所为何事啊？李长寿却卖了个关子，借此探探天涯阁的底。老夫人，不如猜猜看。侧旁的秦天柱禁不住笑出声来，倒是第一次见自家水神这般顽皮。卞老夫人沉吟几声，坐在那儿静静的思索。卞庄站在一旁不断的发愁，还在担心李长寿背后的仙子大能找他的麻烦。少顷，卞老夫人叹了一口气：水神足智多谋，又是圣人弟子，天庭中仅在玉帝陛下之下。老夫人莫要这般抬举，我不过是得陛下信任罢了。老身当真是猜不出。我在路上时听卞庄说了老夫人开创天涯阁的诸多事，对老夫人也颇为钦佩。我便直接问老夫人一句：天涯阁可愿为天庭做事？这……卞老夫人略微皱眉，低声道：水神，您突然如此一问，老身也不好回答。老身虽是天涯阁阁主，但天涯阁上下这般多人，若因老身一个决定陷入险境，老身当真是万死难辞了。为天庭做事，如何会陷入险境？天涯阁消息也算灵通，因我孙儿在天庭为将，老身近年来也格外关注天庭之事。此前天庭与西方争运，天庭因水神相助接连获胜。此次大劫降临，天庭已是占据到主导之权。根据外人相传，此劫名为封神，意在壮大天庭，但大劫岂能无杀业？西方大教经营3000世界多年，水神要拉起一股势力与西方在3000世界势力抗衡，借此继续为天庭争运。此间可会有大战。若有大战，我天涯阁便是再多10倍的仙人，也不过是大劫劫灰罢了。一旁秦天柱和卞庄对视一眼，确认过眼神，都是不会想这么多之人，于是各自安好，静静听着。李长寿拱拱手：老夫人看得当真透彻。水神过奖，老身不过是活得久了些，凡事都看透了，也看淡了。但老夫人有一点其实说错了。愿闻其详。李长寿的食指在软榻的矮桌上写了一个道字，沉默了一阵才道：如今我无法给老夫人任何许诺，也不敢说天涯阁为天庭做事会有如何如何辉煌的明日，这些都是空话，说了也不会有人信。天涯阁现状已是无比安逸了，我只请老夫人仔细的考虑，假若天庭不出手干涉3000世界之事，3000世界的情形会如何发展？老夫人应当知道西方教做了什么。实不相瞒，80余年之后，我将随老师同去此霄宫中商议封神劫难。此前我刚去太清观中拜见过老师，可以确定的是，道门绝对不会在此事上让西方得利。西方的布局若在5部洲受挫，大劫危机之下，又会做什么？卞老夫人那满是皱纹的额头顿时有些拧巴。李长寿继续问：天涯阁是否有把握能在这场浩劫之中独善其身？难。卞老夫人轻轻摇头。天涯阁所涉范围太广，总要被波及，
且战事一起，天涯阁之才定会被强敌窥探。我既来此地，老夫人也应知晓了，天庭不会放任西方教蚕食3000世界。3000大事之中必有一战，且是圣人大教不直接参与的一战。若想要保住天涯阁如今这来之不易的局面，天涯阁其实只有2条路可以走：信我，或者是投奔西方教。卞老夫人皱眉凝思，又问：水神直接来我天涯阁，可是通过其他途径确定了我天涯阁与西方并无关联。啊，我并未查这些。李长寿的笑容满是自信。若天涯阁是西方教暗中掌控，那我此行既可以壮大我方势力，又可以削弱西方势力，一举两得，何乐而不为？毕竟李长寿看向卞庄，心底暗道一声：得罪了二师兄。毕竟卞副统领是我信得过之人，我也愿意给卞副统领家中几分好处。天涯阁可是天庭拉拢的第一个3000世界内的仙道势力。这位老夫人沉思许久，细细的思量，并未轻易开口。姿势体大，可否请水神在天涯阁中逗留2日？卞老夫人起身道：老身这就与几位阁中老人仔细商议，才可给水神确切的答复。善。李长寿答应一声，起身送卞老夫人离开。他又对卞庄眨了眨眼，卞庄会意，连忙跟了上去。待卞庄跑远，擎天柱缓缓地舒了一口气，传声问：长庚，你不是要搞那个临天殿吗？为何又要拉拢3000世界中的势力？李长寿笑着反问：若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竹篮之中，竹篮摔了怎么办？擎天柱哑然失笑：你呀，果真不愧是稳妥之名。来，我以茶代酒，敬你一杯。陛下谬赞了。